公主被女巫推下井中，却意外穿越到了现实世界。可眼前的高楼大厦却令她感到惊慌失措，于是她急切地想要找到回家的路。一转头，正巧看到路边广告牌上画着城堡图案，于是吉赛尔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，急切地敲着广告牌上的门，仿佛那扇画出来的门真能为她打开。Is there anybody home? 这一幕吸引了一对路过的妇女，女儿摩根正是对童话充满向往的年纪，看到身着公主裙的吉赛尔，立刻不顾父亲的阻拦，好奇地跑了过去。吉赛尔被突然出现的人吸引了注意，失足掉下广告牌，所幸女孩的父亲罗伯特反应迅速，接住了她。罗伯特刚想开口询问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倾盆大雨骤然而至。看着吉赛尔浑身湿透、无措又疲惫的模样，加上女儿摩根满眼期待的恳求，向来理性的罗伯特终究没能狠心拒绝，决定先带吉赛尔回家避雨。可奔波了一天的吉赛尔又累又困，他倒在沙发上沉沉睡去。罗伯特不忍让他继续流浪，于是就让吉赛尔暂时住在他的家里。第二天一早，吉赛尔醒来，看见家中脏乱不堪，他下意识地走到窗边，轻轻打开窗户，像在魔法世界里那样。这是公主与小动物沟通的独特方式，有了小动物的帮助，整个房间被打扫得焕然一新。可这巨大的响动吵醒了睡梦中的摩根，她蹑手蹑脚起床，看见眼前的场景，忙叫醒罗伯特。父女二人看着眼前满是动物的家，都愣在了原地。鸽子用尾巴清扫桌上的灰尘，老鼠用尾巴勾出下水道堵塞的毛发，蟑螂们有条不紊地清理着垃圾。就在二人手忙脚乱地将所有动物都赶出家时，混乱刚平息，浴室里就传出吉赛尔轻快的歌声。罗伯特刚想上前查看，却与刚走出来的吉赛尔撞了个满怀。更糟糕的是，这一幕刚好被上门的罗伯特的女友南希撞见。南希气愤地转身就要走，罗伯特赶紧拉住南希辩解。可此时吉赛尔却不合时宜地说起淋浴喷头，这无厘头的一句话无疑是火上浇油。南希听完更加愤怒，转身离开。可吉赛尔并未意识到不对，甚至热情地与南希告别。可吉赛尔依旧没有察觉到问题所在，转头就剪下罗伯特家的窗帘，制成了一条新裙子。罗伯特看着破损的窗帘和离开的南希，这一切让罗伯特觉得眼前的吉赛尔就是个麻烦，于是想给吉赛尔一笔钱将他打发走。可转头他就把钱给了路边的老人，眼底的纯粹让罗伯特心头一震，终究还是把他留了下来。同时吉赛尔也知道了王子爱德华来到了现实世界，他的心中充满期待。当吉赛尔听罗伯特说与南希的关系5年都没有进展时，热心的吉赛尔决定帮助罗伯特。可此时童话世界的皇后娜丽莎也知晓了一切，她派出自己的手下鼠尾巴追杀吉赛尔。娜丽莎命令鼠尾巴诱骗吉赛尔吃下毒苹果，可每一次都被吉赛尔避过。吉赛尔鼓励罗伯特勇敢表达爱意，路过的行人也都被吉赛尔的歌声所感染，纷纷加入其中。一向对所有事情都游刃有余的罗伯特第一次体会到了不一样的情感。自从妻子过世后，他就用理性包裹自己，连给女儿摩根的礼物都从童话书换成了名人传记，只为让他早日接受现实。可吉赛尔如同冬日的暖阳，融化了罗伯特心中的寒冰。罗伯特的视线渐渐无法从吉赛尔身上移开。吉赛尔是如此奇妙，可以用歌声换来2只白鸽，为女友南希送去亲手编织的花环，这让热爱浪漫的南希惊喜万分。就在这欢快的氛围中，另一边的爱德华却在寻找吉赛尔的路上处处碰壁。单纯的爱德华并不知道忠心的手下已经叛变，效忠于他的继母娜丽莎。他只一心寻找他的爱人吉赛尔。可爱德华不知道的是，此时鼠尾巴又一次找上了吉赛尔，他将毒苹果制作的饮品端给吉赛尔。幸运的是，花栗鼠皮普及时出现，阻止了吉赛尔喝下毒酒，危机再一次解除了。结束晚餐回到家中的吉赛尔与罗伯特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。曾经情绪如同被设定好程序的吉赛尔，如今也会表达自己的不满。他坚信爱德华会来找他，可罗伯特却认为他不切实际。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论。吉赛尔不懂为什么现实世界的爱要如此复杂，
这是童话与现实的第一次正面碰撞，也是两人内心情愫的隐秘爆发。吉赛尔来到现实世界后，第一次如此生气，陌生的情愫在胸腔里翻涌，却又带着一种奇妙的鲜活感。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不再是童话里那个永远无忧无虑、只会顺从的小公主，而是有了喜怒哀乐的真人。可就在吉赛尔表达出自己的情绪后，心中对罗伯特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悸动。他开始明白，爱情从来不是一见钟情加真爱之吻的公式，而是罗伯特深夜为他留的灯，是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包容与付出。对罗伯特的感情也从最初的感激依赖，悄悄变成了藏不住的喜欢。可他清楚自己有等待的爱德华，罗伯特有相恋的南希，这份情愫只能压在心底。而此次餐厅的骚乱也终于让爱德华发现了吉赛尔的踪迹。他躲过保镖的巡逻，一扇一扇地敲响房门。爱德华唯一的心愿就是找到吉赛尔。终于在敲开最后一扇门时找到了他，巨大的喜悦充斥着爱德华的内心。此刻他只想将吉赛尔带回童话世界，吉赛尔却犹豫了。他看着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王子，心中泛起了复杂的情绪。在现实世界的这段日子里，他经历了许多，也成长了许多。他对爱情有了新的认识。他告诉爱德华，他想尝试一下现实世界中情侣约会的方式，想好好体验什么是真正的爱情。爱德华虽然不理解吉赛尔的想法，但他还是尊重他的决定。他太爱吉赛尔了，只要是他想要的，他都愿意去尝试。于是他们开始了一场特别的约会。可就在与罗伯特告别时，他的心中却涌起了强烈的不舍。他回想着与罗伯特相处的点点滴滴，在离去时频频回头张望。罗伯特的心中虽不舍，但也只是望着吉赛尔离去的背影。罗伯特收拾好心绪，继续投身于工作。而另一边，爱德华对于这场约会格外别扭，他满脑子都是城堡婚礼，对吉赛尔说的看电影、逛博物馆毫无兴趣。可吉赛尔却沉浸在现实生活的鲜活里，迟迟不愿提及回去二字。他想起一场即将举办的舞会，邀请爱德华作为最后一项约会同去。爱德华看着他眼里的光芒，察觉到了他的变化，反复确认约会后就回去成婚，才勉强答应下来。他没看到吉赛尔听到这话时眼里掠过的一丝迷茫。吉赛尔隐约觉得爱德华更像童话剧本里的标配王子，按部就班地执行着爱他的设定，却从未真正懂他的变化。而这份复杂的情愫，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。另一边的鼠尾巴迟迟未能杀掉吉赛尔，娜丽莎女王的嫉妒和贪婪已经达到了顶点，她绝对不能容忍吉赛尔破坏她的权力美梦。得知吉赛尔在现实世界安然无恙，并且与罗伯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，这让她更加愤怒和恐惧。她决定亲自前往现实世界，彻底解决掉吉赛尔这个心头大患。娜丽莎一直以爱之名控制着鼠尾巴，但她不知道的是，鼠尾巴在现实中的时间里逐渐意识到了娜丽莎并不爱他，只是在利用他的爱帮助他做坏事。 How could I love a man who doesn't even like himself? 就在所有人载歌载舞时，吉赛尔妆容精致地来到了舞会。罗伯特的视线很快被吸引，可当他想介绍爱德华时，却突然顿住。他竟不知道该用未婚夫还是朋友来定义这个童话里的王子。爱德华则是热情地宣告，吉赛尔是我的爱人。吉赛尔手足无措地避开视线，这直白的爱意让习惯了罗伯特沉默的南希满眼震惊。他从未感受过如此热烈的情感表达。场地的灯光渐渐昏暗，主持人宣布嘉宾们需要邀请身旁非伴侣的异性跳一支开场舞。爱德华绅士地邀请了南希，罗伯特也顺水推舟地邀请了吉赛尔。两人在音乐声中不断旋转，周围嘈杂的人群仿佛在此刻按下静音，整个世界只剩下对方。吉赛尔的心像泡在冰凉的海水中，甜液里裹着挥之不去的苦涩。And look how far we've come, so far we are. 他清楚地知道自
自己与罗伯特来自截然不同的世界，这份靠近本就带着无形的边界，虽然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，也在渐渐改变了对方。曾经说着我不擅长唱歌的罗伯特，也会随着吉塞尔的舞步轻声哼唱，两颗心在旋律中不断靠近。正当氛围渐浓时，南希的身影打破了这份宁静，他始终用余光留意着舞池中的两人，在情绪失控前快步上前，尽量平和地提出换回舞伴。吉塞尔也只能落寞地准备与爱德华离开。此时，罗伯特对于南希的献吻心不在焉，与爱人相处5年的南希也读懂了他的心，强扯出一抹微笑，结束了舞蹈。爱德华也察觉到了吉塞尔的忧伤，他关切地询问吉塞尔，得到否定的答案后，并未深究，只是体贴地提出为吉塞尔取回他的披风。就在吉塞尔等待爱德华时，远远看着舞池中的罗伯特与南希的身影越靠越近，他的心中渐渐苦涩。正当他准备离开时，娜丽莎幻化的女巫却出现在吉塞尔身后。娜丽莎言语蛊惑着他，随即拿出了毒苹果，对吉塞尔说： The people that you met, you won't remember anything. Just sweet dreams. 吉塞尔被说动了，他紧盯着那颗鲜红的苹果，此时的脑中思绪万千。他想，如果吃下这颗苹果，那么美好的梦中，他会和心爱的罗伯特在一起，他不必再回到童话世界嫁给爱德华，他可以在梦中与罗伯特相守一生，连同罗伯特的女儿摩根，他可以和摩根去逛街，每天为摩根讲睡前故事，一家人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。在娜丽莎的一声声催促下，吉塞尔咬下了苹果，果肉的甜腻刚在舌尖散开，他的身体就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，软软的瘫倒在地。失去了意识的吉塞尔被娜丽莎扛了起来，娜丽莎用魔法打开了一扇门，只要过了12点，就没有人能够救活吉塞尔。他的权利，他的王位保住了。就在娜丽莎沾沾自喜准备离开时，爱德华及时的出现了，他阻拦下皇后带走吉塞尔，并大声呼救。Someone help me, please! 罗伯特听到动静，脚步急切地冲了过来，他将手抚上吉塞尔的发顶，看着吉塞尔渐渐失去生气的脸，不愿意接受眼前的一切。他脑中一幕幕浮现出与吉塞尔相处的点点滴滴，如太阳一般明媚的吉塞尔，清扫房间的吉塞尔，温柔又耐心给摩根讲故事的吉塞尔，生气如一只小松鼠般可爱的吉塞尔，最后都归于眼前苍白失去血色的吉塞尔的脸。而娜丽莎还在狡辩着，吉塞尔只是晕倒了。就在这时，鼠尾巴幡然醒悟，他从人群中大声公布了娜丽莎用毒苹果谋害吉塞尔的罪行。他终于挣脱了娜丽莎的情感操控，选择了正义。就在众人急切地寻找唤醒吉塞尔的办法时，机智的罗伯特想起了吉塞尔曾经说过的真爱之吻。 I've been dreaming of a true love's kiss, and a prince I'm hoping comes with this. 传说中，真爱之吻是一种强大的力量。爱德华多次尝试亲吻吉塞尔，却始终无法唤醒他。此时爱德华难以接受，却又不得不痛苦地承认，他并不是吉塞尔的命定之人。此时12点的钟声悠悠响起，每一声都像敲在众人心上。再过片刻，吉塞尔就会永远沉睡。爱德华知道，如果再无法唤醒吉塞尔，那吉塞尔将永远无法醒来了。爱德华意识到了身边的罗伯特才可能是唤醒吉塞尔的唯一人选，他急切地拉过罗伯特，可罗伯特却犹豫了，目光下意识地投向身旁的南希，刚想拒绝，可此时这个热爱浪漫的女孩却异常平静，没有丝毫嫉妒，只是催促着罗伯特。他清楚自己与罗伯特的感情早已走到尽头，比起占有，拯救生命更重要。更何况他从吉塞尔眼中看到的纯粹，让他无法狠下心见死不救。罗伯特不再迟疑，俯下身看着吉塞尔苍白的脸，过往相处的点滴再次如潮水般涌来。从广告牌上掉落的公主，会蹲下来给老人钱的吉塞尔，随着音乐起舞的吉塞尔，所有情绪最终汇聚成一枚虔诚的吻，轻轻落在吉塞尔的唇上。
奇迹发生了，吉赛尔的睫毛轻轻颤动，缓缓睁开了眼睛。原来真爱之吻从来不是童话王子里的专属，而是现实中心意相通的灵魂共鸣。当吉赛尔苏醒的那一刻，爱德华如释重负，脸上满是纯粹的喜悦。比起成婚，他更在乎吉赛尔的生命。南希也松了口气，坦然接受了这段感情的结局。可娜丽莎见阴谋外露，彻底疯狂，身体骤然膨化作一条黑色恶龙，嘶吼着掳走了罗伯特，破窗而出。宾客们吓得四散逃窜，可吉赛尔却眼神坚定，他拔出长剑，毫不犹豫地朝着恶龙追去。娜丽莎攀上高高的屋顶，吉赛尔在他身后紧追不舍。暴雨中，她不再是那个淋雨狼狈躲在路边的软弱公主，裙摆被雨水打湿，却每一步都稳如磐石。塔楼下，南希冒着大雨站在人群中，紧紧攥着拳头，担忧地注视着屋顶的对峙。即便吉赛尔是情敌，他也无法对一条鲜活的生命漠不关心。吉赛尔举起手中的长剑，朝着皇后挥舞。娜丽莎自负地握着屋顶的柱子，全然忽略了偷偷溜上来的花栗鼠皮普。就像他在逗弄老鼠一般戏耍吉赛尔时，皮普也在暗处将摇摇欲坠的柱子破坏得更多，顶住最终不堪重负轰然倒塌。娜丽莎掉下高高的塔楼，化为一捧齑粉消散在空气中。这次的危机成功让罗伯特看清了自己的内心，他已经深深爱上了吉赛尔。从第一次这个女孩掉落在他眼前时， Thank you. 罗伯特就已经无法将目光从吉赛尔身上移开。他喜欢吉赛尔的善良，喜欢他大胆表露心迹，喜欢他对所有人都谦逊有礼，也喜欢他的机敏勇敢。两人在大雨中相拥在一起，大雨冲刷着两人，却冲不散彼此眼中的深情。他们不会再因为任何的外力分开了。另一边的南希拿起了吉赛尔慌乱中落下的鞋子，若有所思。他独自坐在湿漉漉的地面上，看着眼前圆满的画面，心中五味杂陈，有对5年感情落寞的怅然，有对自身幸福的迷茫，更有对浪漫从未降临的隐秘遗憾。他强硬了太久，早已忘了被人捧在手心的感觉。好在这份遗憾并未持续太久。他想起吉赛尔曾说的魔法会指引真爱。正出神时，爱德华悄然走到他面前。这个童话的王子敏锐地捕捉到他眼中的微光，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，就像灰姑娘的经典桥段。他接过南希手中的鞋子，单膝跪地，轻轻将鞋递到他脚边。当水晶鞋完美贴合南希的脚时，这个敢爱敢恨的女孩眼中瞬间迸发出璀璨的欣喜。她终于明白，自己的王子从不是沉默的罗伯特，而是眼前这个懂浪漫、敢表达的来自童话世界的爱德华。他们旁若无人的牵着手，穿过纽约繁华的街道，在魔法门关闭前回到了安达利西亚城堡的钟声里。两人庄重宣誓，南希穿上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公主裙，爱德华也找到了能与他共享浪漫的爱人。他也终于在此刻明白，所谓真爱从来不是初见时的冲动，而是灵魂共振的契合。从童话世界来到现实世界中的吉赛尔善良勇敢，他会毫不掩饰对每一位拥有美好品质的女性献上自己的赞美。 Oh my goodness. Your hair is lovely. Oh, you're beautiful. 至此，电影全片结束。很多人说《魔法奇缘》是给成年人的童话，可它从不是要我们逃避现实，而是教会我们在现实里留存童话的底色。吉赛尔带着魔法闯入纽约，没有被现实磨平棱角，反而用浪漫唤醒罗伯特冰封的内心。罗伯特用理性包容了吉赛尔的天真，让他学会了爱的深沉与责任。南希放下执念，奔赴童话。爱德华跳出剧本，找到真爱。就连曾被操控的鼠尾巴，也在现实里觉醒了善恶观。我们总以为童话与现实是对立的，童话里有真爱之吻，现实里多的是权衡利弊。童话里善恶分明，现实里常是灰色地带。可这部电影偏偏打破了这种对立。真正的魔法从来不是城堡的尖端或女巫的咒语，而是吉赛尔被推下水井仍相信光明的勇气，是罗伯特面对荒诞仍选择善良的柔软，是南希放手错爱仍坚守浪漫的清醒。他告诉我们，所谓成长不是丢弃童话，而是带着童话里的真诚与勇敢，在现实里走出属于自己的幸福轨迹。就像吉赛尔留在纽约，南希去往安达利西亚，无论身在何处，心中有浪漫，便能将平淡的日子也过成童话。I'm so sorry.
Wow, really good reception here.